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好品牌，好价格，上天猫。本节目由天猫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 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观众朋友们，请看大屏幕。我们这个考核呢，是需要你们来完成一期东方新娱乐的制作，你们需要自己来撰写播报稿，是有一个嘉宾的现场互动的，嘉宾是脱口秀演员孟川和赵小慧。我们两个要采访胡先煦，我没有采访过明星。所以熟悉嘉宾特别重要。是的。你们在争一个 offer， 这个剧关于一个 offer， 所以找到某种连接。有些问题可以从你们现在的真实的困惑说。Hello， 大家好，我是笑容暖暖的佳宁，我是活力满满的雨佳，这里是东方新娱乐，山东段子王孟川，职场清醒人赵小慧，欢迎二位，欢迎。前面反正还得要改，真读起来还真有问题。就是我上1年级的时候，我爸妈就把我送到寄宿学校了。那你觉得你有欠缺安全感吗？有，非常有，老师。非常有，我是一个非常缺安全感的人。我很害怕。根本一点都不自信，我都是装的，根本。Hello， 要进来聊吗？可以啊，老师。走。子泰现在情绪稳定？情绪稳定啊，老师。行，反正现在把他给释放了就，老师您知道蛮快。对我那个随时收集一些反馈。鲁豫都知道了，王悦还不知道。老师很关心我们。老师太关心我们了。老师，我想请您看一看，我是把它最后放在这儿了，我觉得这样。他把它弄到本里了。可以。就是您觉得有哪些问题？您觉得还是有点太笼统，您可以跟我说一说。您看啊，你们前面关于这个新戏的，光你个人的就已经问了5、6个问题了。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待会儿没看子泰的哈，就老师，我们两个的是一样的。一样的，他这一份你也差不多有。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两个是整到一起的。这个好，这个就非常好。对，因为你们是一个节目，共同的一个文案。挺好的。因为我刚才看了他们别的组的那个，就是大家都挺成熟，挺不错的。但是现场你们俩，记住，虽然你们此刻是共同被考核，但只要在场上2个人就一定是彼此成就的。就只有你们彼此拖着对方好，这个整体才能够更好。这个也是我俩昨天沟通的时候，我俩觉得挺默契的一点，就是我俩都没有画得很明。对，没有画。这个第一个是，然后第二个是我俩就是比较遵从自己心里说，比如说子泰是他很想问的，我又很想问的，然后其实这2个对我俩反而我俩都不一样。对，我觉得就是把在共同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各自的更想去探索的点。其实就聊出来就可以了。是。进入状态了。进入状态。你们现在紧张吗？我倒是还行，王玉呢？有点。王玉，你的问题最后再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话的时候，不要大，所以我要求你把你所有的问题变成一个生活当中你们聊天的那个语境，就是你不要太限于说我自己想知道什么，或者我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你不要去追求你认为的深度。这事儿还是会有点压力大。你在这里吗？不行，让我紧张。别紧张，有我呢，兄弟。天塌不下来的。Trust me， Trust me。子泰又元气满满了，反过来了。我们两个会配合的无比默契的，玉哥。
咱们可以准备走了。好嘞，我们两个我们准备好了，老师。那我们走了啊。好，好嘞 See you later，拜拜。上战场啦！老师，您有没有什么缓解紧张的方法？我其实每一次上场前我都会紧张的，但那个紧张是特别好的，有时候没感觉就特别糟糕，就今儿啥感觉没有。我一紧张就想扇自己。这是什么？不是这是什么习惯？就是想赶快说转移一下痛感。哇，到了耶！这个是我们录制脱口秀的地方，我看见都会紧张。来，我们走吧。哇 OK， 哇，这是我待会儿待的地方。哦，这是你们的主场。可以。这个我笑死了。我们那个节目叫《遇见他们》，对他们把那个 WO 给我弄掉了。是，我说遇见他们是一个全女的访谈吧？太逗了，这个到今天这个梗非常好，适合今天，的确。The man， 这个肯定为你们今天特制的。4个男生。你们俩自己选择，你们愿意想坐哪儿？我也没有一个。你们感觉就瞬间感觉哪儿对就哪儿对，直觉不犹豫。坐吧。OK。此刻主场是你们啊，你们需要什么，你们随时 Q 我。好。你们就是主持人现在。需要跟工作老师要点热水。我来问他们，你们俩先摆东西，感觉。对，你们摆你们的东西，感觉一下。哎呀，喝茶呢。好专业呀，你们这些男孩现在生活都很精致，太好了。事先做一些功课，这个准备还是不错的。他们俩一看明显就是喝茶的。设计准了吗？对。哎，我们现场有没有喝的东西啊？我把茶带过去。对，我们可以带壶茶过去。哎，那杯呢？茶杯呢？我现在买几个？我上网上买4个。你平时是喜欢喝茶吗？确实也喝，但我不喝花茶。我那天还很疑惑，为什么给我弄了个花茶？老师是这样，不好意思，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壶它可能需要一会儿，您大概在5点多的时候，您帮我们新烧一壶可以吗？因为我刚才没有考虑到，就是其实我们还要等嘉宾一段时间，但可能这个等的过程中可能就凉掉了，所以可能麻烦您得5点多后，5点的时候您帮我们烧一壶，我们后续可能会用，好吧？麻烦您了啊。他们在现场考虑的很周到，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咱们把灯试一下，3、2、1。那就我简单的开个小场，然后我接那个状态即可生成。他们还有几分钟下来了，差不多，好，应该也差不多准备好了。好 ，Come on， 子泰，你是不是要出来了？哎呦，帅，好冰，是不是？走吧。来了，即刻上场。加上这个氛围，整的好像混世魔王来了，这个太吓人了。这方案不够逗啊！年轻人有想法，交给你俩一定行。我来加点豆，再加点豆，还是不够逗啊！那就来一大桶趣多多，更多口味，更多豆。趣多多巧克力味道缤纷，豆多多香脆趣多多，一起灵感高起来口趣多多，一起趣多多，我来趣多多，一起趣多多，美味趣多多，哦耶！嗨 ，Hello， 嗨，你好，哎，先生你好，小胡，幸会啊，你好 ，Hello， 你好，这个老师，哎，你好，你好，谢谢你好，哎，导演你好，你好 ，Hello， 我是王玉，然后是阿泰，对，你好，我们边走边说吧，来，你们入座，好，你们今天是主角，
别，拜托两位了。我们是串门的。你要走了是吧，鲁豫老师？我在旁边看，这边是你们来。那你们就好好聊，我在旁边看你们。谢谢。好品台，这是一个要把所有的真话都说出来的一个地方。对，场子交给你们了。好嘞。我们给你们准备了点茶。对，准备了点茶。哎呦，谢谢。谢谢。你们俩可能需要想一个怎么开始，不用一下起范儿，大家都紧张，自然的开始。但说实话，我想了很多次怎么跟两位见面，结果刚才师哥，你们要搞一个什么仪式吗？我们也怕那种，实际上特别正式的那种欢迎，感觉就有点坐不下来那种。对。咱俩都是 INFP。哦，导演您是 I 人吗？我爱。哇，那咱们4个 I 人今天4I 漂亮 ，F4 太好了。你俩谁是中戏的？他是中戏的。哦，你是中戏的。我是19播的。哦，那咱俩就差1级。对啊，我是22播本，我是中传的。对，我是08级的。大师哥了08级吗？2校友，2中传 ，plus 2中戏。然后今天这个本来不是鲁豫老师的这个之前的录制的空间嘛，他们是一个新的节目叫《遇见他们》，你看到是 The Woman Unit， 然后现在变成了 The Man， 把那个 WO 去掉了。哦，之前是一个全女的访谈，然后现在咱们是全男，就是为了我们。对，这样其实也舒服。对，就我们不会有很多隔阂，没有我了。因为你们目前还不具备跟嘉宾之间这种个人的熟的关系，所以考虑共同连接。有时候共同的连接、共同经历，可以让我们获得很多提问的权利。胡先煦，天津人。你们都哪儿人呢？我是河北的。你河北，你是哪儿人？我山西人。山西人，哟。哎，师哥。我四川人。我四川人。他。河北就是驴肉火烧，对，是吧？我是最喜欢驴肉火烧。天哪！四川是兔头，咋他主导的？先煦是好主持人，哇塞！火锅兔头，对。然后山西就是刀削面、醋，对，老白分。聊特好，就这么劲儿开始啊！你们随时 Q 我们，随时都无所谓。没开始吗？随时一直录着，一直录着。我们可以随时开始，就是如果想聊聊，我们就再聊一聊。打个板儿。行，3、2、1，Go！ 来 ，OK。那今天其实这个导演跟先煦今天来，其实是因为有一部剧要上嘛，叫《即刻上场》，其实跟我们两个现在的境遇特别像。对。聚焦的是律师的行业，然后也是这种一群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在那里竞争一个 offer， 跟我俩真是一模一样。看到我俩的紧张是不是？我俩一开始还想说，如果用一个词总结我俩现在的状态，就这2天的状态，因为录制还是蛮辛苦的。对，真就是即刻上场。即刻上场，真是，天哪！所以其实我俩今天也就是抱着请教的心态来，而且是真是有很多心里话，真的是想跟大家交流。不得不说，不得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箭在弦，确实是。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这录节目其实有点超现实。咱实际工作中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密度，对，这么大的强度，因为它还是要考虑一个观众的。是。然后其实我本人是不喜欢任何比赛。因为我觉得比赛这件事特别残酷。今年我刷新了一个看法，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说他特别爱比赛。谁？这名字我就不透露了，说他享受比赛。你看，其实奥运会就是有很多人就是热爱比赛，享受比赛。那你刚说不爱比赛，但其实像剧中的角色嘛，江晨他其实不得不面临这种跟别人竞争的这种问题。那你就是怎么带入这个角色？你觉得？这个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优秀的编剧张威老师和我们特别可爱、特别棒、专业的导演邓科老师，他们在这个前期工作
就已经给我解答很多东西了。但是我们在前期围读的时候，我跟导演和编剧，我其实提出了我对我这个角色的一些不解之处。他们特别积极的去给我答疑解惑。作为一个演员，其实你比如说我们演的要是主持技，我们可能更好抓一点。但是作为一个职业的演员，去演律师，抓一个律师，这个我有时候抓不住的。因为你第一次演律师。对啊。对。然后他们就给我加了很多能让我抓得住的东西。然后包括导演也是，导演有一次在现场，我说你在埋头稀稀疏疏，你在那干嘛呢？他说我在给你写。挺好的，进入状态了。对啊。而且尤其是哥，你刚才说到，其实你不太适应这种竞争，但是尤其是这个又是律师，然后他还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跟别人竞争，有没有说在这个角色里边会觉得 OK 哪一个地方或者他哪一个竞争的环节你很不适应？其实我是适应，我觉得我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参加过太多比赛。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参加很多比赛嘛，我觉得很残酷。然后包括拿第一当然很开心了，但是在我经常看第2名的小男孩在我旁边哭泣，是一种小小的凡尔赛。不，我也拿过第2、第3，我也拿过不好的成绩，我也拿过什么铜牌，甚至什么参与奖，我也会在旁边哭。然后我还记得我以前精心准备的一个说快板，一个选段。对，一个表演片段，准备了多少词儿？然后最后输给了一个另外一个选手，那个选手的才艺是边唱歌边那个耍那个悠悠球。那也是杂技，对，但你们3个就排在同一期啊。你们要从你们3个人选出来一个今日之星，一个是玩悠悠球的，一个是说快板的，你说这怎么比？那导演，您刚刚像这个先旭说了，他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竞争，所以导演您当时选先旭演江辰这个角色，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要记住这个谈话场一共有4个人，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嘉宾，就所谓一个谈话的一个氛围，你们4个人都是要有表达的。演江辰这个角色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首先他对吧，现在出了名的是。既年轻又貌美，对吧？实力派演员。然后除了年轻貌美，我觉得他是年轻的这一代演员中我认识的，属于特别爱思考、特别爱学习，然后特别聪明的这种类型。就包括你跟他聊天，你其实能感觉到，对吧？非常明显。就我们在现场，我们除了聊，比如这场戏怎么拍、怎么创作外，子泰做的挺好的，他注意到了导演一直没有说话，特意关照了导演，这点是很重要的。哦呦，这个好。我不像是在一个比我小10岁的一个人去聊天，因为有思想深度。对，有时候我跟他聊完天，我会觉得可能收获更大的一个人可能是我。那不至于，花飞了，马上要飞到棚顶了。因为其实我们2个也相当于刚刚步入职场嘛。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刚进来的时候，觉得不论是面对同事们，还是说面对我们的代教老师，面对我们的领导们，其实有很多很纠结，就是你想表达，但是又不敢的那种纠结。导演您懂吗？就是跟谁？跟代教？就是跟代教以及跟同事们，就是在处理关系的时候，就是我想知道，就是江辰在剧中他会不会有我们一样的这种苦恼？江辰没有吧？江辰一上来就去跟律所的主任打招呼了，要不然明天吃顿饭啊。他的那个出发点和他的那个逻辑是，我想在你这儿工作，你告诉我你的要求是什么，我会尽我最大努力的去完成。所以它是一个平等的对话。对，其实我们之间的很多，比如我们跟领导之间的这种痛苦或者不敢张口，其实是我把他们想象的太差。那不，也有神经病的领导。这个咱得分开谈啊。这种性格你认同吗？就是如果说真的作为胡先煦本身，你认同江辰的这种性格吗？我这方面我是认同。你是很赞赏他这种性格？我是赞赏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对，我觉得没有尊卑之分，只不过是有长幼、经验。哎，我觉得长幼是我在我的这个价值观里，我觉得是存在的。那你应该演得很爽啊！就是你很认同他的性格，他其实，在一定演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让你觉得
他来实现你的一些想法。但你看，我跟江晨有一个，就是我今天还说，我说我在那戏里，江晨做了一个和胡先煦截然不同的一个选择。什么？这个事儿呢，让他作为江晨很苦恼。但是作为律师，他必须得把这事儿完成了。必须有一个妥协。对，在他的这个性格底色里边，他说我爱这个职业，这个职业必定是要做出这样的妥协，要把自己往后放，把自己的职业性往前放。如果是胡先煦本人的话，我可能会转身离开。对，他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选择，但是那个选择是多方面的压力下，一方面长时间的这种高压的竞争，一方面又他考虑他自己的职业性，一方面又在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开始做对抗，然后他是种种压力吧，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很会说哎，真是好的被采访对象，你很会说。我听完你说以后，感觉你更像哪吒的性格，就是我要去。那倒也不是，因为我其实工作很长时间。而你是11岁就开始。我说实话，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是，其实小演员在这个行业里是不被尊重的。以前我小时候拍戏的时候，都不是副导演，是那个执行导演下边的执行导演，再下边的那种演员副导演，就是他在现场挨完骂回来就骂其他的小演员边角料那种。当时你会很需要这个机会，而且你太小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反抗。听着。挨着，对，然后一点一点长大，对，经历过，确实经历过，所以我其实现在是更注重保护。我每次看到那个现场有的小孩什么的呼来喝去的，我就会生气。这个从一些方面来说，你也很共情江晨这个人物，其实有时候你也是心疼他的。这个问题也好。我觉得这个戏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而且让我觉得，我希望观众去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剧，是因为我们这个剧每一个角色都很让人共情。他是，你看我们君安、王悦的提问都很有思考，能够引出嘉宾有效的、有内容的回答，这种就是一个好的访谈。我要一直把它做下去。有的人是我爱这个职业，但是我要达到某个我想达到的位置，我要跟着我自己的心走，我不会不择手段。有的人是会不择手段的。对，所以我们提供了其实更多的价值观和更多的可能性。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立体，就是其实是每个人在寻找自己人生意义的时候，拿到那个 offer 的时候，他真的不是说一个律师的 offer， 一个律所的 offer， 他其实他是往他人生那个 offer 来走。其实他有一句台词嘛，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奔着这个 offer 来。但快要结束的时候，好像发现每个人都拿到了比 offer 更重要的东西。对啊，就是其实每个人发放 offer 的形式不一样，但是我们在拿到 offer 前的那个纠结、那种等待，包括先煦哥刚才说这种不被重视到被重视这样的一种过程，其实每个人都是能感同身受的，而且我觉得是一样的。对。子泰是不是已经很久没问问题了？这一段是王悦来主导的。哎呀，我觉得现在我特别期待，对，但是我还会想到整个这个剧，我会想到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其实还是有这种竞争的。其实你们包括可能2集、3集就会有一个人淘汰，就会有一个人加入，其实竞争是弥漫在整个这个剧里边的。但我们其实也会有这种竞争，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挺想去跟大家请教一下，不管是江晨也好，还是任何的这个选手也好，他们会面对各种竞争，那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是不是面对一种相同的困境？这个问题有点过于深度了。啥困境呢？就是他是想说，你看我们两个今天跟2位的这个对话，既在考核我们两个既是搭档，也是竞争关系。我该如何平衡我自己心里，我又想赢，又是我的搭档的这种。哦，我也懂了。
是我们要面对共同的困境，就是既要合作又要竞争。我自己拍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它很难。这帮小孩就在那个律所打生打死，完了之后还回家一块涮火锅。但是这不是我俩吗？哇哦，一锅看着就好香我来尝一口。算了，第一口奖励给你吧，玉哥。哇哦。So sweet。厉害，会做饭，好吃的很牛啊。这不是我俩吗？这不是。对，没错，你俩在那这上说，对，我俩。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其实我上大一的时候，我觉得主持这个事儿还挺简单，因为无非就是我上去拿着手卡念念稿。但是我现在就是你看进了台里工作之后，或者在参加这种节目，我会觉得主持这个事儿我越来越难，敬畏心会越来越强。对，我觉得他越来越害怕。我拍戏也有这种感觉，演戏这个事儿是不是也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包袱的时候，觉得特别简单。对，就好像上了大学，真的接触那种系统的理论上的知识之后。你会觉得哇是这样的吗？不能再那么干了。对，然后它会辐射出来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你又得开始学剧本分析了，就这个事儿评价体系变多了，对吧？反而更有时候更犹豫了。他们4个人的聊天有一种专属于年轻人的谈话场。我们是一帮年轻人，真的在拍年轻人的事儿。对，拍纪录片有的时候都会动一些恻隐之心的，更何况拍剧呢？我们都希望这些年轻人最起码的快乐。因为有场戏嘛，我觉得特别那个拍茶水间的戏，拍着拍他从画外出来的时候，拿了一个面包袋抹果酱，你太松弛了。我老是给他一些新的，你要拍到一半偶尔加一点别的东西。因为之前我其实真正见面之前，我其实还给蒋老师打了个电话，我说那个您印象里的谦虚哥是啥？他说就是聪明。他对我好像一直都是这个评价，就好像除了聪明没有别的优点。而且王玉跟子泰配合非常好，是相互拖着的。你能看到王玉在主控节奏。哪种环境下的这种表演方式会是你最喜欢的？我想演戏，其实我没有正儿八经的演过戏。你再看之前小时候的那个表演的状态和现在，会有不一样吗？最大不一样是长得不这么一样。小时候特可爱，我之前流派还是那个流派感觉。子泰就像相声中的捧哏一样，在全场溜范儿，都夸你，后人就挨夸，这你受得了吗？主持人没法评判好坏。就是真的是，如果你爱这个事儿，一直做就好。我看小胡很多的采访，其实证明非常有思想深度。我是真是乐意聊天的那种类型，但是我是怎么说呢，老跑题。没事，我们今天随便跑。我能演愣啊，但这边有一个更愣的。那就看我们主持人自个好不好？对，我们都是你们最丰富的素材。什么意思？要把我换了？精彩。而且能够感受到他们4个人都越聊越轻松，就像4个男孩在宿舍夜聊一样，多好。越来越生动。玉哥终于遇到了他最适合的一个节目形式，一个场。对，之前老感觉他那些深入的东西无处安放。但是我就会想，那种被选择的感觉会不会更提前？因为你从很小就开始接触这样的演员的机会。我只能说是到现在也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演员就是一个一直都在被选择的一个职业吧。其实我们现在也处于一种被选择状态。我的心态是真的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么好。你能给我们支招吗？我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也不是那么长，然后我也从来没对外讲过。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对我的冲击很大。就是有一天我们正常，我跟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老师在一起吃饭聊天，然后呢，我们到后边我们就打着玩，然后哇，不知道那天怎么了，我俩就是老是差一点就赢，差一点就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真遗憾，咱俩每次都差一点赢。他突然转过来就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先旭，我这一生到现在，永远都每一次都只差一点。
我当时差点我就哭出来了，我当时马上就要哭出来了。久久的说不出来一句话，我就这样看着他，然后我就很难受，我特别难受，然后我就说这句话实在是太有分量了。然后我酝酿了很长时间，我说，哎呀，你这话说的让我很心疼。他的反应是，那你心疼啥呀？我觉得这挺好的，这个事儿才是给我最大冲击的一个地方。你有啥可心疼？这不很正常吗？不是那句话给我的冲击，而是他面对这件事儿的态度，就是我差一点幸运就差一点幸运，我依然很快乐。这也是我们真正向往的一个姿态，和这个世界交手的一个姿态。就咱俩零蛋就零蛋吧，我感觉今天已经很快乐了。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来跟你说我特别心疼你，你一直零蛋，你心疼啥呀？我很快乐，我比得很开心。对，我今天很开心啊，我今天跟大家聊天很开心啊，零蛋零蛋呗。你不能光看什么时候赢，这也是一种态度。这是一种态度，就弄得我跟小丑似的。我说，哎呦，我特别心疼你，你心疼啥？但那个是给我启发挺大。那感觉那一天比赢一晚上都有用。是。我觉得子泰在悟，他在一点一点，对，他是真听进去了，击中他。导演会觉得这种感受会在这个剧里边看会有，年轻人嘛也会，对，有不被承认呀，不被父母承认，不被代教律师承认，但是他依然去很积极的。对，我觉得像他说的一样，就是他首先得做好自己嘛，可能有前有快有慢，有先有后，但是我觉得只要做好，总会有你最想要的那个东西来选择你。年轻人这三个字，它其实好像已经不再代指的一个是一个年龄了，它好像指的是一种处境。处境很重要，很重要。特别同意，我特别同意，对。因为是因为我们两个，我很忐忑，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纯素人。但是这个节目播了之后，其实我们会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些关注。我不知道我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表现如何，我不知道播出之后大家会喜欢我、讨厌我，或者是甚至是厌恶我，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我面对未来我很迷茫，我不知道未来我们会获得怎样的。你就带着这份迷茫往下生活呗，就是扛下去。给你搞得受不了了，你就走。这个我觉得就一点不用担心，就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对，你作为公众人物，你被评论是必须的，我觉得。不是，你俩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拿到 offer， 还是想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些关注，更好的为接下来职业更好的发展？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人就是还蛮贪心的，就是既要又要，对。但是我觉得是在既要要的过程当中，你会就是扭曲自己。所以说，一开始我觉得我又想拿到 offer， 又想得到关注，对。但现在我就想，如果说我就在这个节目里，我从这个访谈当中学到什么，我从我的考核当中学到什么，我也就可以了。所以说我发现，当我自己去专注做自己事情的时候，那种焦虑感会慢慢降低，对。其实我的心态是一直在变的，就像我可能刚面进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说我要争取一下这个 offer， 然后一开始很雄心壮志，后来0分就慢慢的就降下来了。然后但是后来就比如到今天见到鲁豫老师了，然后认识了这么多的老师，我就会觉得哇，这一切好像很值，我就值了，我觉得有这些就够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拿不拿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了。这一路我其实收获了有成长，有认识了大家。各种的收获其实高兴、快乐，对，我觉得就够了。那你们该争取还是争取吧。对，是要争取的，是该做好自己的。对，我觉得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事儿，我觉得你都有自己的玩法。你比如说，我就要拿 offer， 那我就在专业上使劲着急，这是一种玩法。或者我希望被更多人喜爱和关注，
那我俩零蛋组合，我俩就耍零蛋耍得开心，耍得快乐，一样有很多人喜欢我们的。不仅零蛋，还零蛋出一些优越感，这个也可以啊，对吧？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完全变成光脚的，我俩就零蛋，那怎么了？那怎么了？对吧，王毅又能粉，但不管怎么样，不能态度消极。对，态度要端正。对，态度不能消极。这个确实是。今天我们是来那个给自己打鸡血的，对。那如果能帮到你们，我们俩就没白来。能帮到，真的能帮到，真的。我们从见面那一刻，我就觉得已经手心不出汗了。对，因为我们其实来之前很忐忑，我说万一我说俩人不说话咋整？他在，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他俩像过来心理咨询似的，被胡咨询师好好的开解了一把，通透。整个的氛围场非常的开心，萌萌安慰。结束了。所以最后，如果说这个剧真正开播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压力，是竞争，是这个竞技，其实还是会看到我去如何面对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我们这戏里。一方面职场比较重要，另外一方面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其实跟你们是一样的嘛，你们又是对手，又是同伴，对吧？是的，又是朋友。结束了不可能不联系了吧？他还得请我吃饭呢。对啊，我结束之后就咱俩吃点。我一定会跟我身边的朋友们广而告之的，告诉他们，你们在这个剧里边不仅可以看到竞争，也可以看到自己面对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对。而且今天真的很感谢两位。期待即刻上场，然后也期待你们播出之后得几分。谢谢，多谢，真的辛苦两位说感谢，来导演非常好。你们得真的，你们得谢谢小胡，你们俩先谢谢小胡，先谢谢小胡，我们拥抱一下，然后谢谢导演，谢谢导演。然后你们俩先撤，我先跟两位嘉宾聊聊，好吗？啊，辛苦你俩回去休息吧。那我们先去，好，拜。哇，很好，刚刚聊了90分钟，小胡关键很懂，就是两个刚刚出道新人的那个状态，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给他们点劲儿，什么时候接住他们的话。但就能感觉到他俩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度觉得有点离稿离得太多了，想往回蹬。我有几次聊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在往回蹬。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不接着往下问？对，他应该接着往下问。那个是的，是会出内容了的时候。是的。然后，但是我又能理解他，确实可能被这0分困扰的有点多，他想完成他的那个主线的那个东西。对，因为有些时候他们其实也不敢，就第一次他们也不敢，就不知道我往下挖那个分寸感是什么。我觉得他俩准备的也非常好，问了我们很多，我们真正想找机会去输出的一些东西，我感觉你是不是影响王玉挺多的？我刚刚有一度幻视，我感觉是你坐在我对面，我感觉有点像那个感觉。我其实也不希望这样，但是我把我的很多的工作的方法告诉他们。就比如说我此刻我就是不行了，我此刻我就是紧张，我就告诉你，我说小胡，我现在就是紧张。那你瞬间你会跟我共情吗？我觉得真的他俩很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他们俩特别好一点，特别就真诚，很真实。对，我觉得他们俩今天已经忘了他们俩要比赛这事儿了。你有这个感觉吗？对他们俩之间是彼此成就的。对，所以这个状态我觉得挺好的。对，阿泰完全今天在给那个王玉在溜缝，我觉得而且溜得很好。哎，你这个感觉我觉得特别对。就我觉得这就是放下竞争之后，真的在认真的在做事儿的时候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对，就他俩，我刚才在聊的时候，我其实也偶尔的会想着主动的客观一点去评论这俩哪个在专业上更好一点，完全没法评论。其实没法。你到底是说，你就好像说相声捧逗哏一样，到底是捧哏重要还是逗哏重要？他们俩其实还挺适合做个搭档的。对，他俩好适合搭档啊！真的。不像第一次合作对吧？不像第一次合作，他俩感觉很熟了。对。而且他们俩是
从接咱俩开始，我就不觉得他们俩那个竞争的火药味重，一点没有，就互相插缝的做欢迎，做完欢迎做开场，做完开场正式聊，也一直在互相插缝。他俩这回确实也是该他们得分了，感觉。该了。真的，别耽误你下面的工作。好，谢谢。哎呀，你太好了，小胡。以后可以约一个长的。可以，真的。聊他个4个小时。绝对可以，你绝对有的聊。走。你们俩今天呢，我觉得合作的很好。我跟你说，能够剪出一期很不错的。哇，一定是能剪出一期，就是你们这个能够谈话的感觉，这个松弛的感觉是挺好的啊。你要知道，有时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不是一个人对2个人，就2个人对2个人，他互相之间的配合特别重要的。你们可以考虑来个组合以后。真的吗？真的，因为没有一个年轻人谈话场。好像还真是。是。挺好。我今天一看你们表达状态，我觉得就它很像一个就是谈话的一个感觉。你们是年轻版的《锵锵三人行》。哇，这个评价评价很高了，这个评价非常高。走，咱们还上车回去。 Let's go。哇，不，这一段访谈咱都安静下来了，它真的内容还挺好的，因为你想看，饱满充分，精彩。我觉得最终拿到 offer 的是胡先煦老师，在这个表现当中，已经剪的很多了。我们那天我回去之后，我嗓子都哑了，大说啊。精彩的部分哇！而且我理解的为什么先煦刚才也来说，他们俩难分伯仲的感觉。对呀，我也是看了才想起来，他们一个在那溜缝，一个在那儿做内容。你说这你怎么分呢？而且最关键是他俩拿的提纲居然是一模一样的，完全在打配合。而且因为他俩人的配合，整个场子的气氛也非常的融洽。 然后也很火的，大家聊天聊的也推心置腹的，我就觉得这个就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或者某谁的贡献大能决定的了，就一定是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呈现出来这个效果。我觉得当然嘉宾好有关系啊，有关系，有很大关系。但是他们在现场真的是有一颗心，叫做我的确有这个困扰，我就想跟你分享这个困扰，我想从你这儿得到一点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状态导致那个谈话场就真的变成了一个谈话场，而不是主持人在表演提问。对，就。 你记得那个之前采访伊丽静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在表演提问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哎，他们内心那个真实困惑的那个部分，是他们在原有的提纲里就有的吗？在看前2个 cut 之前，我觉得可能是稿子里没有的。我看完前2个 cut 之后，我觉得可能稿子里也有，感觉他俩老在设计我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大概的判断，他们的稿子里是有这一批问题的，就有自己处境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在鲁豫身上学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叫问真问题。你知道有很多主持人采访的时候会问一些他们觉得有趣的问题，而不是发自自己内心的真的好奇，真的想问。所以真问题是特别容易搭建谈话场的，因为你立刻就会知道问问题这个人是真想知道，他是真诚的，就他内心是真有这个困惑的。所以我认为他们真的学到了采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华，叫做问真问题，不要表演问问题。但是其实挺难的。我自己的感受里面有非常难的难点，是在于我自己内心的真实困惑，跟预期受众大部分人共同的真实找共情点嘛。对，它的重合度有没有够高？有的时候可能要足够的经验。所以你得找到那个有共情点的真问题，就变成了好采访。大多数人的困惑的那个是最难的。所以这才是那个高手带教的价值，对吧？是，他们上了多么重要的一课。对。不过刚才在整个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瞬间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先煦说的那一段，那一句话震撼时刻，说每一次都只差一点儿，但是我的整个人生甚至都只差一点的那个瞬间，我很想知道你们在自己的职场中有没有那种被一句话砸懵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这种印象或者经历。李诞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一句话点透的那个瞬间。李诞一直说我是一个社恐，他是第一个说我社恐的人，因为他经常会带着我去见一些朋友或者是啥的，然后我
大部分时间都会拒绝。他说你要学会享受这种状态，你要享受大家在聊天过程中你可以不用去付出的那种状态。你要相信一句话，叫这个世界上你值得无缘无故的爱。他说你就相信他对我好，就是因为我值得，我不需要知道为啥了。那你不要再去深挖他对你好了，你以后要怎么着？他是不是图这图那？他是不是你因为你做了这件事，因为你说了这句话，他才对你好？他说你不用想，他既然对你好了，你就相信他当下就是没有原因的对你好，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他对你好就好了。当时确实就会让你放松下来嘛，就会让你更坦然的去接受别人对你的善意和好。这句话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你后来相信这句话了吗？相信了，越来越相信了。世界上就是有无缘无故的爱。对，就是这是个没法用理性去判断和接受的一句话，但是你要感性上一点一点去相信和接受它。哎，这是我问你个问题啊，就好比说那个，我要是对你特好啊，然后有一天我求你一件事儿，那件事儿呢，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但是会让你为难，你会做吗？我以前的我会做，但现在我会非常迅速的拒绝。其实接受了这一句话，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也接受无缘无故的失去爱了。就是你接受这句话，你就是两面的嘛。你接受了无缘无故的爱，你也要学会接受无缘无故的失去爱。就是你敢于失去和敢于接受，我通过这句话都在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只拿属于你的那个东西就好了。因为你有时候会让你很为难的那些关系，会让你很纠结、痛苦的那些关系，他们都是有原因的，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你就让他来或者走就好了。接受不劳而获，接受不翼而飞。对，哎，着急 ，no reason。天哪，这个世界。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有一句话其实还影响我挺深的，是我看足球的时候，贺炜老师，就是我特别喜欢他的解说。是的。然后他就说过一句：“请不要相信胜利就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然后就给我很大的感触。就有些时候，你像我在学业啊，还有其他方面，也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竞争嘛。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你也会有那种，哎，我要是没有拿到我想要的成绩，或者说啊，我想考个第一，我没有考到怎么办？但是在我真正听到他这句话，然后我去理解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重要的是，我在那个过程中我的收获，而且我也认为就是困难是解决不完的。你这一刻的成功，只是你在这一个评价体系里面的成功。当你完成这个评价体系，跳到另外一个评价体系之后，你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哇，你这个完全应该刚才这个 cut 直接送给子泰和王玉，我觉得对他们也是极有启发的一个感悟。我就觉得这句话对我的启发还是很大。是的，是的，人是有无数个评价体系。对。子琪呢？就是我拿我练球那个阶段来说吧，我谈不上喜欢或讨厌，但我更多的是跟自己比。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网上看到那个缘起性空还有三句意，其实是和智胜接受无缘无故的爱和接受无缘无故的不被爱，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看到他，但是又看空他，然后又接纳他的所有，就是他来是缘，走又是空。对啊，来是缘，走是空，空才是常态。缘聚缘散，缘起缘灭。我反复看那段视频，我看了 N 遍，然后当我慢慢，我突然理解了他说的意思之后，我发现我对于很多事情的心态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很多事情就是我去追逐它，但是我不是为了追逐它。大师，子琪大师。还得先做个人，做个好人，做个有真情实感的人，然后那些话语才会出现。哇，哎呀，刚才大家各自分享了各自的顿悟时刻，我没想到《金刚经》在里面都出现了，就是
缘起性空，本自具足，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修行的过程。但是呢，修行也在屏幕里不断的继续。现在是到了我们需要修行的过程了，我们需要选人，2组，2队，各自我们要找出一个名字。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来进行举手投票。我们从双家组开始。哦，双家这个真的很好难选，好难选。就55分，他们这一局55分。觉得刚才节目表现当中，雨佳的表现更胜一筹的3、2、1，请举手。4票，我的天！我觉得首先来说，这2个真的是各自只是发挥出来了不同的特点，没有所谓的谁输谁赢之分。然后因为我是脱口演员，我能带入到，川儿哥跟小慧的那个语境里边，我会感觉我在那个语境里边跟雨佳聊天会更放松、更轻松自然一点，因为雨佳可能是松弛下来了。他更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聊天的一个环境里，而不是作为一个访问者或者是一个交流的一个作用存在的。所以说我感觉在那个聊天场里，我会更喜欢雨佳一点，所以我就会把这一票投给雨佳。我是感觉确实像志胜哥刚刚说的一样，他们2个在就是前面的娱乐新闻播报上面就是风格的差异，然后后面的话我会觉得说雨佳师姐她在接一些问题上面会更自然，然后方向也具体一些。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观察到的，在结束之后，他也是一直在跟嘉宾进行这个互动，然后询问他们的感受。老师们觉得刚刚的聊天还挺轻松的吧？还好啊，他是一直在跟他们进行交流，直到他们电梯关门之后。所以说，我愿意把票投给雨佳师姐。这个细节观察得很好，细节很棒。对，因为其实这个也是我举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你像那个最后送嘉宾去电梯的时候，然后雨佳走在前面一直在聊天，然后佳宁其实是往后落了一点。有个小细节。所以我们的代教老师真的很细心，因为其实干记者也好，你做娱乐新闻播报也好，你是免不了要跟人打交道的。是，只要你要跟人打交道，其实你从实习生的时候就要学会，就要见嘉宾的时候就要先聊起来，你是不能沉在自己的稿子里的。是的，这是我投票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雨佳跟节目调性度对更匹配、更契合。其实我的票已经决定不了我们这个，对吧？那你的意见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他是电影学院的。所以你投给雨佳呀？哦，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行业里有师兄师姐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的，这个是。先旭呢？我投这一票不是说，我觉得他俩谁能分出一个谁更好，我只是觉得这个佳宁作为一个踢馆选手，首先他有一个自己的压力在。我们在看第一段的时候，他还在熟悉环境呢。对。然后呢，他其实完成了很好的一个兜底的工作。他们发现没有稿子的时候，这个雨佳出去了，然后佳宁迅速补位，然后和嘉宾进行一个沟通。包括，娱乐节目需要讲娱乐性，但是他又问了一些真正有深度一点点的问题，他在负责这个。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这轮谁表现更好的话，对于我来说，我还真挺难判断的。都是毫厘之间，其实。那第二组，子泰、王玉，这个更难了。我把票投给邓科。邓科。我把票投给你。我们全票投宣旭吧，我天。投宣旭。觉得在这一组镜头呈现过程当中，子泰更胜一筹的，3、2、1，请举手。哇，这么平均，这么平均，3v3，很少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理由就很重要了，就我们各自陈述理由，然后看能不能说服一下
好，我们现在马上组成辩论队，正方3辩就绪，稳了。3打3，第2轮2打2，最后1 v 1，1打1。我的天哪！我先聊吧。一辩发言。我觉得首先他这一轮，我发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积极。他这一轮非常非常积极，无论是找代教老师去询问建议也好，还是去查找资料，以及在整个的谈话场过程中，他主动的去捋主线，然后主动的去把这个深度拉齐，或者是然后跟嘉宾去有各种各样的互动呀，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是我看到不一样的王宇，他把他自己的那些在其他地方可能不太合适的那些特性，在这个场合中都把它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东西展示给了我们。所以说我看到他能够有这么一个转变，所以我这一票可能投给他了，投给了他的积极和改变。我方派出一位辩手，我来吧。好，因为我这个是最不客观的，因为这个选择是我亲临现场。对，但如果我作为一个纯被访谈者的话，这个紧张会给我一些压力，会让我更去积极的调动，非常有点怕冷场，所以子泰给我的那种安全感，会让我在心里给加分。他们2个人都在这个场子里面特别的优秀，如果你不把它当成一个考试来看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去分辨出谁输谁赢，因为2个人的分工不太一样。他们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但我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考试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会因为觉得说，可能王玉在播出的视角承担了更多主线的这个任务，承担了更多这样流程上的串联，我会把这个票投给他。拉主 key。但是有没有可能子泰他也可以做主 key， 但是他发现了王玉在承担主 key 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他甘愿去做了一个捧哏呢？有道理啊！你就开始靠幻想来辩论了。幻想，这是叫做合理推断。合理推断。3辩，全林老师。我给王玉这一票的原因是因为你的问话。你在那个访谈里问说你们到底要什么？你们要的是那个 offer， 还是为了上这个节目得到更多的关注，让自己未来的职业道路更顺畅？对吧？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现实而精准，黄金问题。对。然后呢，说到那一部分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子泰的眼睛红了？他眼眶又红了一点。对，他还捏了一下眉。所以他重新思考了一下自己要什么，他在认真的聆听。如果在难分伯仲的情况底下，一个人的内心已经有了收获，那请允许我把分儿给另外一个人。这也可以。姐，善良是善良，不一定准确呀，姐。你怎么能够确定你现在的判断就是准确的呢？我们都认为难分伯仲。是在不准确的情况底下，一个人得到了真谛，内心得到了成长，那我们就把分儿给另外一个人吧。你辩也出现了一个靠幻想的。来吧，理性，宇宙中心。我心目中的理由是这样，我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做判断的核心原因，就是我在假想，抽掉其中一个人，哪个对这个节目影响更大？假设把子泰拿掉，这个节目更不成立一些。就子泰他在里面的那种困惑，他的那种灵动，包括他在中间不断的看起来只是串联的作用，但是他奠定了那个整体谈话场的基调，他让这个谈话场成为一个青春的谈话场，然后他的那种真实的困惑和那种就不藏拙的那种真实，使得对面2个人彻底的打开了话匣子，愿意跟他来聊。但是王玉如果拿掉，我反而觉得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王玉有非常大的进步，但他没有解决他身上我感受到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他之前产生出的问题，我的观感并不是深刻，是模糊。他的表达会给人留下一种模糊的深刻。在他那种模糊的深刻对面，子泰是一种很灵动的真实，而灵动真实赋予了
这个青春谈话场以灵魂，这是我给子泰投票的原因。我要是你们，我都改票了，我要。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最后一轮投票，这一轮的投票直接决定我们的盖章。觉得子泰更胜一筹的，请举手。完了，白打了，完了。因为我参与过鲁豫老师作为评审的那个节目，所以我觉得鲁豫老师会更偏向于王宇吗？子泰，王宇。你这不是硬来吗？我也参与过一个鲁豫老师这主嘉宾的节目，但是。那怎么弄？对呀，鲁豫老师会怎么选呢？我在最后说一个吧，最后一个观点，盖棺定论理由，鲁豫老师就在现场，他氛围他是能感受到的。哦，有道理。我们是根据刚才剪出来的片子判断，但鲁豫老师根据那2个小时整体的表现判断，而知道这2个小时的只有先旭。哎呀，不行了。我还是相信小胡2个小时的判断，然后如果输了，我再狠狠的侮辱他。你要干嘛？志胜哥，你听我说，你就算猜得再准，这 offer 也不会给你。好，子泰，来，觉得子泰的3、2、1，请举手。4票，盖章。来，有请飞行嘉宾先旭到我们的这个盖章板前。天哪，史上最纠结的一次投票。快打起来！我们刚才决出的是 offer， 然后子泰 offer 表现得这么好，值得我们给他盖个章。好了，我希望我们此刻的推理是正确的，但此时此刻弹幕是不是也是正在心跳加速？给在座各位和弹幕的凹粉进行一个温馨提示，可以呼吸。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看看我的外卖到哪里了？你还看外卖？别看外卖了，老师。看结果行吗？看票。你点了什么？写了锅气湖南盖饭。你不是喜欢锅气吗？对啊，但是我今天要休息一下，我今天其实吃点轻食，因为昨天吃太猛了。我昨天也吃多了。你们一起去吃的啥？你们吃的啥？我考你一下，你知道北京烤鸭怎么卷吗？你们是不是都不会去四季民福？对，我们去四季民福。哇，在北京要大排队的那种，根本排不上。也要大排队啊，就是跟白老师合照大排队。对。哦天哪！有一个人他跑了40、50米追出来，合照。哇，天哪！随处可见粉丝。白老师来压嘴角，嘴角比 AK 还难压。白老师说小操作，要不是跟你们一起，我出门都戴口罩和帽子。然后白老师就想，哎呀，没有见识了，这是我的日常。哎呦，妈呀！白居易老师和于适站一起，样子也太养眼了，2个人。老早之前。这势均力敌的五官。哇！哎呀，好尴尬，我没办法。来，大家跟我们聊一会儿。我的心是碎了，太碎了。我的心也碎碎。噔噔噔噔噔噔。一句话也不想说了，我感觉我的自信已经没关系，我也没谱，没关系。我的血槽已经空了。噔噔噔噔噔。Hello， 吃饭了吗？没有啊，师姐。好白呀，你们。双白组合。胡建学帅吗？你们访谈的胡先煦啊 ？Yes。还有谁？他的导演邓科。哎，怎么样啊？你们？我们2个自我感觉异常良好。哎，那你们聊得很好吗？就很嗨吗？就是我们很轻松，就纯聊天。茶喝的怎么样？手动发夹。他们好爱喝茶，他们喝了好几壶，我一直在那给他倒，接了好几壶茶。带茶这个点子太妙了，太妙了。还不是谁想的来着？你想的。我还是很难受的是，我们叫零蛋组合。
你叫什么？零蛋组合。没关系。那这个组合不应该还有一个我吗？我要去抱这个柱子。不许抱，只有我们俩才能抱。为什么？这是什么梗？我们俩以为我们俩，然后我们俩就去抱了那个柱子。就要暂别了，朋友们，我永别。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快敲一下这个木头。这是铁，一左一右。结果没事，不是吧？谁都不能抱，这个桌子只有我们。完了，他抱柱子了，他又有玄学分了，那又有。哦，有玄学分。完蛋了。晨晨老师来小会议室。Hello， 到了让我们纠结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咱这么纠结，导师们也得打起来。也很纠结，还真是，导师们辩论会开一场。你这组很关键，因为你这组2个男孩都是0分。今天他们其实表现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有点像说相声的捧哏跟逗哏。你说谁更好？很难，那很难，很难。所以谁是捧哏，谁是逗哏？观众如果看不懂这个努力跟技巧的话，你从直觉上你会觉得王玉好像更表达的更多。有没有说在这个角色里边竞争的环节你很不适应？有一种我离真实的太远的我在剧本上，他说就是这个就是这就是演员的特点。但子泰其实依然有他绝对不可或缺的作用跟功劳，但是依然对，不可或缺。作为律师，他必须得把这事儿完成了。然后子泰某些程度他那个抹缝抹得特别好。这个到时候咱俩可以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个事儿。所以这个真是得琢磨，这个真的太难了。因为我感觉先旭真的是一直在保护我们2个。因为他在，王玉才会更加淡定的不断的输出，而且他们俩完全不具可比性，都很出色。这咋选呀？我没办法，我一个这么纠结的人，所以我现在非常之难。但他俩确实是真相辅相成。实话实说，他们俩很难，真的一定要再分出一个好和差。很难分出来。我是他，我也会很难。实话实说，就我刚才说的理由是个站不住的理由，我真的当代教老师就会很难。是的。下面请问陈晨老师，您的选择是？我其实现在还是就是我来跟你们讲一下今天发生的情况啊。其实2个女孩发挥的都非常的稳定，相对来说就是娱乐综艺性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强，但是呢不差的，真的不差的。佳宁的性格是更沉静的，雨佳可能更起到一个带动的作用，是可以直接播出的。而且很妙的是，他们都没有分过说这些问题是你的，这些问题是我的，说明他们真的都很好。我们这边也是这样，就是一张，就是一份。对，但是我们这2个女孩呢，其实，从状态来讲，她们更接近。从呈现来讲，我觉得各有千秋。所以你说一下子要分出一个伯仲呢，有点难度。哎呦。但问题就在于，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就是如果我选雨佳，那不是就是佳宁就直接走了吗？这也不要考虑到底是谁走谁留的问题，就是你的直觉判断谁更好一点，我觉得。我突然心跳好快。你如果选了佳宁，那个就直接走了。这就是对我们来说很痛苦。总归要有个结果。我其实我内心已经破碎了，我疯了已经。这个时候。大局观一旦加入就复杂了。对。哇，王玉也已经要疯了。这是我开始的地方。佳宁才刚熟悉环境呀。没事都。子泰是真想开了，感觉。这肯定开了呀。哦，太难了，我们。我就是心疼了，确实。哎，我告诉你，我肯定对了。我现在有一个大概的推理，我肯定对了。这么有说服力。我瞬间心疼咱们。早也是一刀，晚也是一刀。
好，走吧。嗨，老师。啊 ，what？ 来了。好，现在到大会议室集合。啊 ，what？ 别整了。我真是有点。哎呀呀！提心又吊胆呢。哇，老师们已经做好。好吓人啊！好吓人。好，大家都到齐了。每当我们在大会议室聚集来宣布结果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意味着可能会有人要离开我们这个实习的集体。哇，不要！所以呢，接下来就到了宣布结果的时候。那首先从我开始，我这一组考核胜出的是玉林。我们早知道了，都知道了。白老师，通过今天他们3个人从头到尾观察下来的结果，我认为表现最出色的是杨凌伟。好，接下来请鲁豫老师来宣布结果。来了吧，我们先看我们的猜测，这盏灯亮不亮？子泰、王玉。我这2天被子泰和王玉一直感动着，因为最感动的一点就他们俩虽然是彼此有一个竞争关系，但是从前期准备到现场的配合，完全是在彼此成就和托举对方，这是让我最被感动和看到希望的一点。但如果只就这一个考核，有很多硬性的所谓 KPI 的指标的话，糟糕。他硬性这个词儿，就感觉到大事不妙。KPI 出来的时候，非常难以选择。那我最后就是选择的是王玉。God！ 没，哎，如果你让我只能够按这种 KPI 特别简单粗暴的选的话，那就是王玉可能更从显性来说，它更符合很多就是能够量化的一些标准。那我算了一下，他们2个加起来一共问了6个和10个很好的问题，王玉有效的问题会更丰富。这完全是俊林刚才说的理由嘛？俊林的理由他是顺着流程走的。但好在我们子泰现在已经过了心理上的那一大关，没关系，我觉得他有绝地反击的可能性。是。接下来请陈晨老师来宣布结果。那如果按照我们之前所定的规则，佳宁如果在这一组当中胜出，也就意味着踢馆成功。那我们实习生当中得分最低的将会离开这个实习的地方。啊，子泰呀 ！Oh my god！ 那如果佳宁踢馆失败，没有在这一组当中获胜，那就是佳宁离开。佳宁。好，那最后请陈晨老师来宣布结果。你们是前天刚认识，然后就昨天一起来完成任务，今天就像一对姐妹一样，在台上呈现了非常不错的一整台节目。
尤其是那个访问，就不仅是互相托举，而且是互相谦让，就是希望给对方多一些表现的机会。这种彼此的情感让我非常感动。那相较而言呢，我想在今天的课题的表现当中，更胜一筹的是。今天的课题的表现当中，更胜一筹的是瑜伽。哎呦，要是佳宁要离开，哎呀！好，刚才4组都已经宣布完这一轮考核的结果了，那只能很遗憾的宣布，佳宁这一次踢馆没有成功，好吧？感谢你的到来，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同学们，谢谢大家，拜拜。谢谢老师，抱一抱。佳宁这真的挺可惜，很棒，继续加油！抱一抱陈老师，刚才都不敢看你。没事。对，如果你有更好的实习机会去别处，如果没有的话，到我这儿来实习，大四的时候来。好，直接发 offer。直接发 offer。谢谢大家，跟大家待在一起，虽然确实只有2天的时间，但是觉得很开心。祝福大家能够在我们实习的道路上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保持一种开心的心态，继续往前冲吧。拜拜。佳宁，多好啊！他刚才那一段，拜拜。他这波澜不惊啊！哎呀，但是你想哦，就佳宁都已经那个主持人大赛可以进前36，说明这次我们的选手就确实厉害，起水平太高了。对，起点太高。对。佳宁，姿态，还是姿态。你干嘛？你一看我就就是如果你很想哭。走的不是你的话，那走的就是我。没有。是的，是本这样的。来就是没有。刚才老师都干啥？没有，我刚才都很坚强的。然后猴子他红着眼睛过来看我，干啥呀？哎呀，老师，咋回事啊？大家就是，不要，开开心心的。哎呦，天哪！来，干啥呀你？带着我们22级的往前冲，可以的，你可以的。咋了？佳宁还是有很多收获的。对，没错。终于挑战了一次娱乐，证明自己是可以做这个赛道的。对。你的舞台布置真可爱。谢谢姐姐。工位又空了。哎，是啊，真是。谢谢大家。快去，大家忙该忙，
别让佳宁在这儿尴尬了。子泰确实心里情绪最复杂，因为差一点是他呀。啊，其实你来我真的很开心。是的，我看到有那么多熟人，我也很开心。拜拜，姐姐，都还没好好了解你。是的，没事，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好的，拜拜，你们加油。拜拜，佳宁，拜拜，拜拜，姐，超棒，姐。嗨，叔叔好，阿姨好。哎呦，爸爸妈妈来接。他这2天没睡好，让他回去多睡点觉。我也是，好好休息休息。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北京见啊！拜拜，加油，拜拜。唉。哎呦，那佳宁确实挺可惜的哈。上午才开始看房间，看这个工作间，然后下午就。所以选对手有多重要，你想？全林老师之前跟我说，他之前挑的那个对手，但凡挑任何一个其他人，可能结果都不一样。他挑了一个在这个播报赛道上真正最强的雨佳，第2次又是雨佳，但雨佳也是真厉害，一个人横刀立马，最后2战2捷，将这个踢馆者。虽然我们这一次这个灯没有点亮，但我一点不遗憾，我们给子泰点了一盏灯，我觉得挺好。而且刚刚咱们这么多人给他投票，说明子泰已经不是0分了。是，而且我们不是情感票，我们是踏踏实实从表现、从他的发挥，认认真真的分析给他投出来的这一票。对，我们是真的觉得他棒，喜欢他的表现，也希望不管怎么样，子泰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要真的对他自己刚才的表现，不要再那么深的内耗、自责和所谓的反省之中了。我刚才开玩笑，我想说的是王玉也很棒，我纯是出于一种我当时个人对他们2个那个场，那个所谓气场也好，磁场也好，那个场的那个感受，我投那一票。其实鲁豫老师说的是对的，非得按一个硬性 KPI 去看待这个事儿的话，那王玉应该做的更多。是的，但是这个多等于有效吗？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确定。哎，但我觉得你这个意见特别重要。你知道，做一个访谈的人，就身上的气场让被采访者觉得舒服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是的，因为否则上来他其实就是抗拒他。没错啊，就很难建立互相的信任关系。因为其实访谈是先信任了，然后你才愿意说嘛。对，是的，对。但是最后时刻，子泰他还是被一股极强的、深深的无力感笼罩着。4战了，他已经经过了4次考核了，依然是0分。他不是不优秀，他也不是没有进步，这是为什么呢？我经常会有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我更多的是对于自己成长的那种无力感，就你做这件事情，你的审美已经高于你的能力之后的那种无力感。就你总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结果，但你发现你怎么着也做不到了，甚至在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要做些什么能达到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无力感还是挺强的。你只能靠自己慢慢的去做一些你力所能及的事情，期待这个量变能达到那个小的质变。我很多时候经常会是这种。同样有过甚至我会说出来，我知道那是对的，我明白，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比如说我们在声乐上面一个什么样的技巧，我知道什么样是对的，但我就是找不到。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不是说你说了之后我不明白，是我明白，但是我就是做不到。脑子到了，脑子到了，就是你找不到那个他所说的那个点的时候，你就很难去，就像哥说的，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表演也是，我的表演的逻辑是我在脑子里演一遍，然后我复制我脑子里的那个画面演出来，但是我发现我脑子里的那个胡先煦
面部的表情、肢体的动作，真实的胡先煦他做不出来我脑子里胡先煦那种面部肌肉结构，做不出来那个表情，情感达不到我想象中那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push自己到那个地方，不是情感浓度的问题。你说是能力问题吗？是脸上哪个肌肉都能动啊，但是怎么样去达到那个画面呢？就你审美到那儿了，但你人到不了那儿，这个特别奇怪。你们的那种无力感其实就叫做，就是我想做到，但我做不到。但子泰的那个叫我已经用尽了全力，我全力以赴，甚至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还可以。但是我还是0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怎么看待一个竞赛的结果的问题，对吧？有一件事情是改变过我的人生观，就08年奥运会，有一个美国的打50米射击的那个选手叫埃蒙斯，对，那哥们儿在最后一发之前大概领先第2名3点几环，就你知道他们的差都是0点几环嘛，所以基本上你打个7环你就赢了嘛，最后一枪出来。全场都震惊了，4.4环，所以他就生生把奥运冠军给丢了。后来我就去采访他，我说你会觉得特别遗憾吗？我就代入感，就是如果我是他，我就遗憾死了，对吧？他说：“嘿，全世界有60几亿人，我是第2名哎，我是第2名，我有啥好遗憾的？我们享受这个赛场就好了。”我会失误就是赛场的一部分，接受它就好了。他说这句话绝对不是挽尊啊，就你能看见他眼里就我是第2名，然后他的太太就来拥抱他，你知道吗？就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就从小都被教育说，你如果是第2名，你就应该反思。但其实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叫60亿人里面我是第2名哎，就我们没有享受过那个状态。当时的您为什么要问出这个问题？因为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理想不如他的坚定。你就会在意外界的评价，会在意说你同样的付出是否得到了一样的回馈。是的。哇，老师，你说的我脑仁都炸开，我现在一个字已经听不进去了。我觉得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哇，我现在脑子还在回味这句话。所以我又回到我们第1期我说的话，就说你今天做一个电视主持人，还是一个令人心动的 offer 嘛？就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能得到的东西，包括他们跟你的那一段访谈，我觉得一定是他们收获到的东西。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绝对是令人心动的 offer。绝对。你这个故事里最感动我的地方是那个太太的拥抱。就是那个比金牌要温暖多了，是吧？那我这一段希望我太太看到啊，下来之后咱多拥抱一下。这不是你真的想说的话。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购物、外卖、旅行上淘宝，万能的淘宝天天有优惠，纵享衣食住行、吃喝玩乐。这一期的 offer 就到这里，下一期怎样新的挑战，一起来看，不见不散，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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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 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本周呢，实习生们将迎来新的课题，这个课题它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会直接在上海电视台大屏真实播出。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主要的考核内容。课题5的考核，关于民生新闻的采写制作。大家会通过新闻综合频道的民生栏目新闻方的微信公众号市民大爆料，获取近期上海市民的爆料求助，由实习生自己联系爆料人，进行现场采访、直播连线报道、新闻稿撰写、后期配音、剪辑，全流程。我们还是分为4组。非常不幸的是，我还会和
宇哥在一组，当然是开玩笑的啦。我觉得就是看一下我们明天到现场怎么样会更加快速的把我们想要获知的信息全部都获取到位。就要看到庞征雷厉风行的工作，咱们就直接莽过去问吧。对，我也觉得现场抓人吧。搞暗访太刺激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咱俩扮情侣是最容易。扮情侣了吗？扮情侣了。演戏，会不会会被这种？3、2、1 ，Action！ 这蛏子怎么卖啊？先拿半斤尝尝吧。37看来是已经卖完了，我们只能晚上再来了。往里走一点，怕他们跟出来。没有夸张吧？在他们看来，我们就是一对。快点，太好笑了。今天呢，我将和波波哥一起为老人们送上爱心餐。我们一起出发。这一栋好像是11栋。这个电梯渗水，它导致它渗水的原因是什么？我是用暴雨进去了，导致了雨水不断的往上流。那发生了这个事以后，物业也没有任何作为。你巡检了，你没有到位，就是你物业的失职，那你要承担责任。我觉得还是要给物业一定的时间，就是他们要生成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报告。7月31号到8月6号，我讲白了一点，就是写论文也已经写出来了。每3个季度要公布一次的，我们没看到。你公布在哪里？你公布的话，管店看得见。没事没事，这个你家里可以看到到。你公布的所有的小区居民为什么都没看见？难道我们这幢楼小区居民眼睛都瞎了 ？Oh my god！ 特真实，我的天，这个就是民生新闻的常态，真的。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就因为之前这边有个机构，不接受任何的采访。摄像老师，你不要打扰我啊！不这样的话，我就要报警了，因为我觉得这侵犯我个人隐私了。你这个有点太冒犯了吧？刺激呀！现在是半夜的3点46分，我们来到了爆料者所指出的3轮车旁。这太民生，这就是民生新闻。